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熟悉，但由于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美国对于华为的打压，台积电这家公司多次被媒体推上风口浪尖。那么台积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记得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芯片制造流程的那期视频中提到过，整个芯片制造的过程分为设计阶段、代工阶段和封装测试阶段。而我们知道，当今半导体各类厂商也根据角色的不同分为几类，一类就是 IDM， 简单来说，设计、代工和封测一条龙服务。这类公司包括英特尔、德州仪器和三星这类公司。另一类叫做 Fabless， 只负责设计，不具备后面制造和封测能力，这种就比较多了，比如海思、高通、展讯、MTK 等等。第三类就是 Foundry， 它是专门负责芯片的代工生产，这类公司的代表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台积电。以上这些公司和不同的类别，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想必并不陌生，但大家不知道的却是，正是由于台积电这家公司凭借着一己之力，将整个芯片行业模式改写为现在的这副模样。那么台积电是如何从一家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小公司，到了现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英特尔、三星等巨头，成为芯片行业不可或缺的一方霸主，成功完成屌丝逆袭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的前世今生。提起台积电，我们就要从它的创建者张仲谋说起了。张仲谋1931年7月10日生于中国的浙江宁波，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9年，18岁的张仲谋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在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中国人。而后1950年，张仲谋转学到麻省理工气文转理，继续攻读机械工程专业，并于1954年顺利获得机械系硕士学位，并在几年后又赴斯坦福就读，并成功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这样的工科背景以及标准学霸式的履历，放在当下的中国都不禁令人侧目，更何况是70年前呢？但看到这里，大家也许有些奇怪。通常来讲，机械工程的就业方向通常是像飞机和汽车制造这种机械制造类公司，比如我现在从事的自动驾驶行业招聘的对口专业就是机械工程。而机械工程和半导体所属的电子工程的微电子专业可谓风马牛而不相及。那么张仲谋这样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高材生，为什么后来会成为台湾半导体之父呢？我们继续接着看。张仲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55年，24岁的他一毕业就收到了几家公司的 offer， 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汽车巨头福特。但由于一次机缘巧合的关系，他与福特汽车的 HR 关于薪水方面没有谈拢。据张仲谋自己回忆，当时双方的心理价位只差$1，但倔强的张仲谋最终放弃了福特，而最终选择了一家半导体公司西凡尼亚，一脚踏入了半导体行业，并一路走到今天，同时也开创了自己的传奇。张仲谋继承了工科学霸所有的优点，虽然专业并不对口，但学东西超快，并能举一反三，迅速就掌握了半导体行业的专业技能。几年之后就加入了另一家半导体公司，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 TI 德州仪器。在德仪，张仲谋真正感受到了那个年代在世界科技浪潮冲击下的美国力量，创新、发现、勇敢、激情和不知疲倦，种种词汇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很像当今的中国？不过现在却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来诠释，叫做狼性文化。没错，那个年代就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刚入公司不久，张仲谋就结识了一位好基友，此人就是后来改变世界半导体行业的大人物杰克·吉尔比。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与他一同发明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神罗伯特·诺伊斯，此后则带着他的一位小弟戈登·摩尔，对，没错，就是那个发明摩尔定律的摩尔，他们一起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就是之后与张仲谋成为一生对手的英特尔。此后，张仲谋在德州仪器一待就是20多年，期间先后就任德州仪器公司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成为德仪的第3号人物，并掌管全球6万名员工的一半，成为在美国大公司中职位最高的华人。在那个时代的科技业里，绝对称得上是华人之光。那一年他41岁。此后 Morris 张的名字在半导体行业逐渐家喻户晓起来。而与此同时，
另外一名在后来芯片行业叱咤风云的华人也加入到了德仪，他的名字叫张汝京，并在2000年4月在中国上海的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成绩也许可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了，但对于张仲谋来说，好戏还在后面。1987年，张仲谋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受邀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后，他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创建了全球第一家芯片专业代工公司——台湾基体电路制造公司，这就是台积电。在56岁的高龄，张仲谋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而1987年真的是无比神奇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3个男人的决定奠定了30年后科技行业的一场重大变局。这一年，在美国华盛顿 DC， 川普同学第一次踏入白宫的殿堂，以商人身份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接待。1946年出生的他，那一年41岁。年轻的川普对这个在70岁高龄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崇拜不已，并将其当成自己的偶像。在那次白宫之行后，这个疯狂的商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竞选美国总统，入主白宫。而更为神奇的是，在他自己70岁的那年，他真的做到了。同样是这一年，在中国的一家国企里，一个43岁的男人因为决策失误导致公司损失200万。在1987年的中国，内地平均月工资不足100元人民币的时代，200万近乎天文数字。所以这个男人当仁不让，成为背锅侠，丢掉了饭碗。不但如此，因为此事妻子又与之离婚，在多重打击之下进入到了中年危机。但这个男人并没有就此落魄，在筹建了2万多块人民币后，在深圳一间老旧的居民楼里创建了一家以代理香港公司生产的交换机为主业的公司华为。这个男人就是任正非。就这样，在1987年这个神奇年度，41岁的川普、43岁的任正非、56岁的张仲谋一同开启了他们精彩纷呈的下半生，并在30年后中美大博弈背景之下，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主角。好，回到台积电，现在很多人回顾台积电的成功，往往会将重点放在张仲谋的铁腕之军、代工模式选择的正确，以及持续不断高额的研发投入等等等等。没错，这些都是台积电成功的充分条件。但今天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那个时代大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暂时将格局放大，来到那个80年代，看一下那时的国际格局。刚才提到的1987年，美国正在制裁东芝，跟现在华为的待遇似乎有点像。没错，当时世界霸主美国的主要对手有2个，一个是苏联，另一个则是日本。这2个国家分别的军事和经济2个方面对美国开启了挑战，而美国对付他们的方法，想必大家现在也知道，一个是通过宣传，另一个则是金融。美国分别在1985年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利用金融手段将其击溃，而后又在1991年通过多年的舆论宣传战，使得苏联帝国从内部土崩瓦解。自此，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就在他对付2个主要挑战者之际，也刚好给了所谓的亚洲4小龙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正是因为这个小字帮到了他们，他们的人口总数都远小于1亿。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对美国霸主不仅构不成威胁，反而全都依附于美国，成为其忠实的附庸，进而形成了美国可以支配一切，附庸们得以独占若干高端实业，享受经济高速成长带来的高于亚洲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既有国际秩序。所以4小龙对美国不但不是挑战，反而成为补充和加强。而美国则得以通过对他们顶尖企业的入股，如三星、台积电等，一方面是可控，另一方面还可以达到利用聪明、忠诚和勤奋的亚洲人为其赚钱的目的。所以综上所述，台积电能够得以发展，跟当时大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至于台积电的股权结构和对华为的影响，我们稍后再讲。我们先来把台积电的发展历程说完。台积电从成立之初就走了一条跟之前所有芯片公司不同的道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3个概念 IDM、Fabless、Foundry， 后面2个类别也正是由于台积电的出现而诞生。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
走的都是芯片设计、制造加封测，一脚踢什么都干的路子。其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则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这种一条龙服务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金钱与创意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玩家根本泼不进水。所以，要是有一家能替业者保护好商业秘密，又不会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做代工，那该有多好啊！无数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张仲谋也是这么想的。而不同的是，他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张仲谋提出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专业芯片代工。也正是因为台积电执着于代工的钻研，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芯片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浆出来。因为有人专门做代工，降低了门槛，自己则专注于芯片设计就可以了，众星拱月地推动了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向前走，也源源不断地给台积电输送订单，进而让设计和制造达到双赢。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仲谋不是创造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了2个产业。自此就形成了如高通与台积电这种 Fabless 加 Foundry 的合作典范。此后，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进而一度成为全球最赚钱，也是市值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而在台积电成为全球芯片代工巨无霸的同时，张仲谋一直也在谋求布局中国大陆的机会。2016年3月，台积电与南京市政府签订了设立一座12寸晶圆厂及服务中心的投资协议，并于6月正式破土动工。张仲谋亲自出席，他表示，台积电要将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导入大陆，对大陆半导体产业助上一臂之力。时间到了2019年，这一年刚好是中美大博弈的关键一年。没错，这个时间点，中美贸易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华为成了美国攻击中国的箭靶，谷歌、ARM 等多家公司都宣布停止与华为的合作。而就在此时，台积电在上海举行的2019年技术研讨会上，其中一个细节却耐人寻味。在签到现场，台积电特别为华为海思留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并且在同年9月12日，在南京举行了晶圆16厂的进基典礼，张仲谋再次出席。台积电不顾美国禁令，多次宣布不会终止与华为的合作。那么问题来了，外资持股比例高达80%的台积电，到底还是不是一家台湾企业？它到底听谁的话呢？没错，台积电的外资持股比例的确很高，但只看持股比例就来判断公司是谁的，其实并不客观。他们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股权投票决策机制。台积电的董事会90%都是台湾人，外资虽然可以持股，但不能干预决策。这跟韩国三星的情况也有些类似，所以很多人通过这些公司的持股比例来判断他们已经是美国公司，台湾和韩国只是为其打工。这种说法并不科学，替美国人赚钱是的，但怎么赚钱，别人可就管不到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只能通过源自美国技术标准10%这种禁令来限制台积电为华为供货，而不是通过股权大会投票或者直接下达命令的方式。好，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美国人无法干预决策，那么台积电能否完全不顾美国的这些制裁而持续为华为代工呢？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台积电是在美国股市存托凭证2级 ADR， 必须接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美国所有出口管制相关的法律它都必须遵守。所以简单来说，控股多少无法决定台积电要为谁代工的决策，而最终决策权又必须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这就是当前台积电和华为所面临的局面。而在今年，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标准从25%的美国技术占比下调至10%，明显是针对台积电而来。那这是否能够影响台积电继续为华为代工芯片呢？是的，的确是影响到了，但也只影响到了一部分。台积电14纳米源自美国技术的比率超过10%，但7纳米则不到10%。换句话说，台积电代工华为的14纳米业务将受到影响，而7纳米则不受影响。大家可能还对今年年初网络上流传的台积电砍掉华为20%订单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其实并不是台积电主动不为华为供货，而事实上在7纳米方面，
台积电仍然是华为高端芯片代工的唯一选择。只是华为把本来给台积电做的14纳米和12纳米芯片给到了一位替代者，那就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这家公司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是中国大陆当前排名第1的芯片代工企业。而我在去年的视频中也预测过，当时传出的国内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将由中芯为其代工14纳米芯片的生产，那家公司很可能就是华为海思。本土企业当然要由本土最具实力的芯片公司来扶持了。果不其然，到了今年终于证实，海思麒麟 710A 正是由中芯国际的14纳米生产线来代工生产的，这也是国内芯片制造商首次商用14纳米生产线，同时也是中芯国际第一次生产14纳米手机处理器。至于中芯能否抓住这次机会打赢这一仗，那就要看中芯国际自己的造化了。我也衷心祝福中芯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实现14纳米上零的突破。而台积电在失去了华为这20%订单，是否会对其今年的营收产生影响呢？其实并不会，因为台积电作为世界芯片代工的 No.1， 它的产能早已饱和，一直都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失去华为这20%订单的缺口会迅速被高通、苹果或其他芯片公司所填满，基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这么看来，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标准从25%降到10%这步棋，反倒是逼得华为要重新考虑其芯片代工的多元化布局，这为长远计是好的，同时也逼迫中芯国际不得不打好这一仗，而台积电又毫发无损。这会不会是一次3赢的局面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最后简单提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一个是荷兰那家生产光刻机的阿斯麦尔公司，近日中芯采购阿斯麦尔的一台光刻机已抵达深圳，但并不是之前心资念资的 EUV 光刻机，而是 DUV 光刻机。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及光刻机的原理，请参考这期视频。看过我那期视频的想必也知道， EUV 光刻机迟迟不能到货，并不是中芯国际研发7纳米制程的阻碍，台积电也正是用 DUV 的技术实现过7纳米，所以中芯国际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去攻克前面的难关。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中芯国际宣布已经研发成功一款新的 N+1 工艺，其在逻辑面积、性能、功耗等指标方面已接近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那么至于最终结果如何，还是由市场来检验吧。另外一个大家经常会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于中国芯片行业的限制会不会影响到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军工武器甚至航天卫星的芯片制造呢？答案是不会的。军工类芯片只强调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所以在军工领域并不追求最先进的制程，甚至要比当今最先进的7纳米制程要晚上好几代。比如像美军目前很多战机和战舰内所采用的处理器芯片仍然是用65纳米的工艺，而在这个制程，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完全可以自主。而事实上，在各行各业中能用到7纳米制程这种高端技术的客户少之又少，无非就是那几家顶尖手机制造商的旗舰机罢了。而即便旗舰机当中，除了核心 SoC 之外，其他芯片也都是 N 年前的制程，用的也很好。至于非手机类的其他电子产品，如汽车电子或者家电，就更加用不到7纳米了，甚至14、28纳米都用不到。所以话说回来，中国从国产航母到5代机歼20，再到东风41洲际导弹，大到几十米的钢板，小到一块芯片，都完全可以自主，这一点没有问题。好，今天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台积电这家公司的前世今生，以及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华为、台积电、中芯国际等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希望对大家了解我国当前芯片行业的发展进程有所帮助。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